是路车小分队的新成员阿宁。哦，大家好哦。哎呀，不行！你拿我手机干什么呀？我词儿在这顶上呢。你的车研究怎么样了呀？打开副驾驶车门，拉杆在这边。它可是个右舵车呀。5.0自然吸气，6速动变速箱，扭矩540，马力435，福特的模块化发动机，由4.6和5.4那款升级而来的，从15款的野马开始搭载。这个野马啊，第一代的野马可是铁片的镀铬，这个已经是塑料的了。这个中网啊，5.0独有的2.3T不长这个样子。一字板5.0彰显身份的象征，有指向灯的后视镜，下面磨砂材质的侧裙。前胎25540 ZR19 的倍耐力 P0， 那后胎呢是275的。那么前胎要比后胎窄一点，因为前胎嘛，它要转向要灵活，后胎要负责跑，它要有动力，它还要抓地，所以说它会宽一点，这也是跑车的一个标配。后灯3条杠，它和中规一样，中规是白底的，美规是红底，这辆车还是比较偏向于中规的。尾部中央我们能看见大大的一个 GT， 和第一代野马是一模一样的，可是它已经不是油箱盖了，它只是保留了一个标志在这个地方，让人一看就知道它是野马 GT。这是腰部支撑。184，像我这个块头的，可能就完全抬不起头了吧。把那个后排放过来，反正临时坐一坐也能坐嘛，就是这个大概这个样子。你看一个就个子大一点的坐在后排的话，就手要垫到这个位置，头要这样。给你们示范一下坐姿啊，这样子才会保护自己的头部不会一直磕在这个位置。虎背车型，很多人他很在意第二排坐在什么感觉的，这和这个前面这个瘦子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。我坐就还好吧，这个我是能立起来的，而且腿前面也有一段距离，所以我觉得坚持个半小时1个小时的还是没有问题的。今天带你们出去转一转啊。去哪儿啊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走吧。走吧。这手刹有意思啊！你的扶手，这是副驾驶的扶手。对，副驾驶往这一放，哎，特别舒服。然后手刹就没法按了。是的。主驾就过来。然后主驾驶就只能趁机揩油。哎，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把妹设计？就是女孩子把手放在这里，然后哎。其实它这个屏幕啊，也有好处也有坏处。好处就是它够亮，清晰度也还可以，而且它的这个地图用起来还蛮顺手的。但是缺点就是它的这个审美真的不咋地，看起来特别像过时的手机。是呀。它这个内饰呢，也有一个比较亮眼的地方，就是它是左右对称式的 dashboard，然后有一个名牌告诉你，诶，野马诞生于1964年。视野太差了，根本看不见我们的视。OK。哎呦，回来！你不能走了呀！你别去啊！哎呀，不行！干什么呀，他可？白痴！下面呢可以看到 Sea Cliff Bridge， 那里呢就是我们下一个要去的地方啊。这个5.0和2.3T 有什么区别呀？在市区开应该是没有太大区别的，而且听说 2.3T 的开起来会更舒适、更省油一点。2.3T 在国内市场的表现也是很好的，还卖得蛮不错的。这车跑直路是真舒服呀！不仅舒服，而且容易打滑。它后轮驱动的那个扭矩很大，但是它轮胎抓不住，它就会打滑。即使它是倍耐力，它也抓不住。基本摇不动，还是蛮稳的。
有的车它一摇就会晃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有的车会的。是的。二手车现在什么价位啊？4、5万吧。这个车当时新款是6万多、7万的样子。那其实这辆车如果说现在在4、5万的一个价格，然后 V8的发动机，那真是，你不买它你买谁呢？你 V8你不买它你买谁呢？已经没得很不错了挑了。，对，没得挑，真就没得挑，真的是没得挑。没得挑。哎，那这款 V8 发动机和欧系啊、日系的 V8 发动机，跟我们说一下区别。现在欧美的 V8，大家看到的最多的应该是奔驰的 AMG 的 V8 4.0 Turbo 的，开起来那个爆发力会更强，而且那个声浪会更炸一点。但是呢，毕竟是 Turbo 的 ，Turbo 它会更贵一点，维护保养也会更贵一点。然后，而且 AMG 本身车也要更贵一点。日系的 V8 我们知道的是 RCF 5.0 V8 的那个发动机也是声浪会更响哇，开起来也是有点类似吧，因为两个都是 V8 自吸的，平顺性啊，还有那种非常浑厚的那种声浪都还是蛮相似的。但是呢，毕竟两个车设计的风格也不太一样，而且那个车更豪华一点，也会更贵一点。这款野马 5.0 呢，它搭载的这个发动机是名叫 Coyote 的5.0升 V8 发动机。那么 Coyote 的意思呢，是草原狼、森林狼，还有叫土狼的意思。这个车是不是没有腰部支撑啊？怎么坐着不是很舒服？我有的，就在我的前后调节座椅的后面啊，有个圆形的按钮，你找一找。是吗？哎呦，没有啊。为什么我副驾没有呢？其实副驾驶，其实副驾驶。当我们档位在低档的时候呢 ，Mode 里面有 Normal、Sport Plus、Racetrack 和雪地、湿地模式。但当我们把档位直接搬到 S 档了以后，它就会变成只有 Sport、Sport Plus 和 Racetrack 模式了。先来 Sport 模式感受一下。好。轻松到4000转。可以。再来一波高压加速。我一会儿把窗户打开，这样长城了。现在就打开。总理，4000。Hello。我们现在到了海牙大桥 Sea Bridge， 这里全长大概665米，它离卧龙岗已经特别近了。那我们一会儿去卧龙岗吗？我们一会儿去可亚马。好的，好漂亮呀！从这里面你能看到100多公里的海景，特别的美。我们的桥其实就是在这个海上面建的。小，而且视野特别差。这个车的前排空间也很小。现在我已经把方向盘调到 Sport 模式了，它应该会变重，变得更精准。然后再把 Mode 调到 Sport Plus。麦克风插进我眼睛里。说实话，就讲一句，这个车你开着爽不爽？爽。舒不舒服？舒服。炫酷不炫酷？炫酷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变帅了一个档？对 ，V8 不买它，买谁？什么塑料感，什么中控屏，谁去看它？嘿！这个刹车真的很好使，让人头大。哎呦，我无法。怎么了？什么声音？什么东西掉了？不知道呀。什么东西掉了？没东西掉的。我要下车。
小技巧收账单了。不录了。我的天，我天，哎我天，哎我天，好重啊！方向盘吗？你觉得女孩子能抡得动吗？抡得动，但是你会感觉这个方向盘在阻碍你转向。是吗？对，要是在悉尼市里面的话，会很难受啊，因为悉尼市里面有很多那种机芯转盘，就那么小就要打很多圈的那种。对，但是我相信开这个车的人他不会在意这些细节。那个模式真的，我虽然只有70码，真的轻松上4000转、5000转，太棒了。这种红绿灯提速，然后大家一起跑，但是只有我们是在最前面的感觉，非常的爽。那就是我是野马的原因，直道王，弯道王。我是真的不敢打方向啊，这车费钱呐，不仅费油，你还得交罚款呐。你花这个价钱买它就已经有的是钱交罚款是吧？对，不在乎。这个车这么便宜，省下来的钱有的是钱交罚款，没分儿啊。我们这就要回去了吗？经典台词。我们这就要回去了吗？